今天来到神奈川的浦贺，出车站就可以看到这里被称为开国之界。懂历史的朋友应该反应过来了，这里就是当年黑船事件的发生地。都说到这里了，这支影片内容肯定就围绕黑船事件展开讲解了。其实从去年5月开始吧，我就开始铺垫了，有讲过吉田松阴、景一直弼、孝明天皇、德川昭武、一桥庆喜、色泽荣一、天狗党等等看似零散但其实都有透露一个关键信息。那幕末真的是中文圈广泛流传的那个扁平的非黑即白的单一叙事结构吗？如果没有明治维新或者倒幕没成功，日本就不会进入现代化国家吗？那这次我就利用黑船事件的视角再次把这个话题提高一个段位。我计划是分3支影片吧，但是不会一口气连续上传3支影片。中间呢会留一些时间让感兴趣的朋友去搜索资料和思考。那咱们开始吧。它这里其实是有2条路线的，一个是左边，一个右边。今天主要就是沿着右边这条路线走。左边的话，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来讲吧。那一出车站就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船坞那在门口看它介绍的话，它是说建于明治时代，但是浦贺作为造船中枢的地位在黑船离开的第4个月就已经确立了。当时呢，幕府废除了禁止建造大型船只的法令，并下令在浦贺动工建造日本第1艘西洋式帆船军舰，也就是凤凰丸。那凤凰丸的设计与建造大量启用了幕府原本储备的传统船匠和掌握蓝学技术的学者。这种从禁令废除到军舰动工的极快转型说明幕府内部早已完成了相关技术的研判与人才积累。黑船的压力呢，只是促使这些积蓄已久的技术力量在浦贺这一行政切口处实现了迅速的产业转型。这种从木船到军舰的转换速度不是被迫觉醒的，而是技术储备的准时释放。接下来咱们说一说浦贺在江户时期它的地位那浦贺自古以来就是江户湾的海关，所有进京的船只都要在此停靠。那黑船来航时美军最惊讶的不是幕府的炮台，而是幕府提供的新鲜给水与补给效率。在浦贺幕府拥有一套极其成熟的水陆补给系统。当佩里提出需要淡水和食物时浦贺奉行所几乎是在瞬间就调动了周边的资源。这证明了幕府在浦贺建立的不仅是防御工事，更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行政补给中枢。现在看到这就是浦贺港了，那是造船厂的位置，船造好以后就是从这个港口出来的。我都快走到出海口了，我没有看到能过马路的地方，我怎么过去可算是绕过来了。为了看这个浪费了很多时间不过它这个海水是真的清澈那当时佩里的黑船大概就是这个方位出现的。那1853年7月8日，4艘通体漆黑、巨大的蒸汽船出现在浦贺海面。在很多描述中这一刻被视为日本因为闭关锁国，完全不了解外界，从而在西方武力面前陷入瘫痪的开始。但如果翻开当时浦贺奉行所的行政记录你会发现完全不同的事实。那幕府对于外国船只的出现并非毫无准备。早在1846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彼得尔就曾率领2艘军舰进入浦贺，要求通商。在那之前呢，英国和俄国的船只也多次在沿海出没。甚至追溯到江户初期德川家康在位时就非常重视与西方的往来。他曾任命英国人三浦安贞为外交顾问，那学习造船和航海技术，甚至派遣织仓厂长远赴欧洲考察。那幕府从未彻底中断与外界的情报获取，
通过长期的荷兰封锁铁呀，幕府在佩里抵达的1年多以前啊，就已经掌握了他出发的消息和航行的路线。当时在浦河部署的呀，也不仅仅是防卫的炮台，而是一套运行已久的情报收发系统。黑船的到来呢，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改革，它更像是一个压力点，迫使幕府原本就在暗中运作的防卫计划和外交预案从幕后转向了台前。日本这个庞大的行政体系啊，在那一刻只是被迫提升了运转的速度。那在浦河港的出海口吧，有一个渡船，其实也是这块的特色，应该就是正在往这边开的这条船，但是它今天不营业，应该是今天风大的原因。这个渡船啊，是模仿以前的木质渡船，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港口好像离着挺近哈，就即便从这块走一圈过来也没多长时间。在300多年以前啊，可以说那个地形啊，只能坐这个渡船来连接两岸。来浦河之前啊，其实挺担心的，怕这块啊太荒凉了，什么都没有。但实际到这块以后发现啊，不光是很热闹啊，周边路上补给的场所也很多，完全不用担心。这个纪念碑啊，就是2战结束后呢，日本不是战败了吗？从中国大陆啊撤回来的军人家属，还有一般日本的百姓啊，一共是56万余人，算是俘虏吧，就是在这块登陆的。前边看到的就是登明堂了，建于1648年，现存的这个建筑啊是根据1890年废除前的原貌还原的。这飞机好吵啊！准确的说啊，当时佩里的黑船舰队啊，就是在登明堂的正前方，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吧。哟，那块有一艘黑船，那就是在不远处九里滨的海港啊提供的一个体验黑船的观光项目。这个建筑啊，就相当于江户时期的灯塔了，它承担着江户湾航标与监视的双重职能。那幕府规定啊，登明堂需每日消耗菜籽油1升啊，那通过反射装置向海面投射火光。这不仅是为了指引进入江户的商船，更是幕府对领海执行物理监控的延伸。那在黑船抵达之前的200年间啊，那浦河风营所通过这座设施啊，维持着对江户湾入口昼夜不间断的观察。那这种长期的制度化的视觉管理啊，证明了幕府在行政路线上对主权边界有着极其严密的控制。那前面啊就是千代崎炮台遗址，它这个是节假日才开放啊，所以今天肯定进不去。它的位置啊就在刚才看的登明台的正上方，这里啊也是很有迷惑性的。你看它介绍的话，它写的是明治25年修建，明治28年建好，最早放置的是28厘米榴弹炮，后来升级为旋转式加农炮。这么一听啊，感觉好像都是明治时期的功劳啊，但其实这个炮台在1810年幕府时期就建好了。幕府知道佩里舰队要来日本的时候呢，他们就猜到啊佩里会在这里登陆，于是啊就把这块的炮台啊进行了一个升级为了镇屋式炮台。当1853年佩里舰队到来以后啊，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技术远远落后于当时西方的火炮，根本就打不到佩里的舰队，所以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呢，也不用过多说实战，因为这个炮台一直到2战结束啊都没有使过一次。然后在黑船到来以后呢，也没有交火的记录，所以咱们就不过多说实战了。说这个意思啊，大家去观察明治时期修建的海防工事啊，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它全都是利用的幕府留下来的非常成熟的一个海防地图和炮台啊进行的一个升级，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啊，这才是日本能快速转型的原因。是因为幕府留下了很大的一批财产啊，而且这个技术啊和逻辑啊非常成熟。那现在就要原路返回了，因为炮塔的后边啊就是监狱了，所以那块肯定不能让你通过的，所以咱们要原路返回，然后往九里滨那个方向走。
大概是在这个山的后边，就是当时浦贺奉行所的遗址了。我没有去，一个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指示牌；第二个的话就是不顺路，所以给大家指一下就可以了。现在应该已经是九里滨的范围内了。当4艘黑船在浦贺海面抛下铁锚时第一个接触这些外来军舰的，并不是手持刀剑准备决一死战的武士，而是幕府的行政官员。那浦贺奉行所的副奉行中岛三郎助奉命率领随员靠近这些从未见过的蒸汽巨舰。他表现出了极高的职业素养和冷静的态度。面对佩里拒绝让基层官员登船的强硬态度中岛并没有惊慌，他坚持要求对方说明来意，并依照当时的法律程序明确告知美方，根据日本的法律所有的外交事务必须前往长崎处理。那这说明幕府的行政体系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具备极其清晰的执行逻辑。那随行的人员中甚至有人在交涉的过程中已经在暗中观察并记录这些军舰的甲板结构、火炮口径和船员编制。当时的翻译官库达之助直接用外语向对方喊话，试图建立沟通。那这种极具组织性的反馈证明了幕府并非处于一种闭目塞听的状态，他们手中握有应对外国交涉的现成预案和外交准则。那这种表现不仅是地方官员的个人胆识，更是幕府长期以来在海防和对外情报搜集上的成果。日本当时的行政系统已经具备了一个近代国家在面对外交压力时应有的判断力。他们通过这种程序化的交涉为江户的决策层争取到了研判局势、调动力量的时间。那之前有讲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或者叙事里，幕府在面对黑船时应当是极其惊讶且不知所措的。但实际情况是，幕府高层早在佩里抵达的1年多以前就已经掌握了他的详细动向。那自江户初期以来幕府便要求每年来航的荷兰船只提交一份名为《荷兰风说帖》的情报报告。那通过这份报告幕府不仅了解了欧洲和亚洲的局势变化，那更是在1852年便接到了荷兰政府的正式预警，美国政府将派遣东印度舰队前往日本，并可能采取武力手段要求开国。因此呢，当黑船出现在浦贺海面时幕府并非处于情报空白的状态。所谓的锁国并不是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而是一种由官方主导的高度严格的情报审查与过滤。那幕府在浦贺和沿海地区部署的不只是防御性的炮台，更是一套持续运作的情报收集与分析网络。他们一直在暗中观察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战败教训，以及西方各国在远方的扩张策略。对于幕府决策层而言黑船的到来呢，只是将这种长期的外交压力从幕后推向了台前。这证明了幕府在处理外交危机时具备了极强的情报先行意识。黑船的出现呢，并不是唤醒了一个沉睡的体系，而是迫使这个原本就在高度戒备、持续研判外界局势的行政机器进入了最终的决策阶段。那在佩里的强硬要求下，幕府最终选定在浦贺附近的九里滨举行正式的国书接收仪式。为了这场会面那幕府在沙滩上紧急修筑了一座规模宏大、装饰极其华丽的临时接待场所。在很多叙事中这种做法常被解读为幕府在示弱，或者试图通过厚礼来求和。但从当时的行政逻辑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极其高明的外交手段。那幕府通过这种极致的仪式感在物理层面上划定了一道明确的边界，将佩里及其武装力量限制在远离江户核心的九里滨沙滩上。不仅是为了维持礼仪，更是为了防止外国势力直接渗透进幕府的行政腹地。在接待所内呢，幕府派出高规格的代表团接收了美国总统的国书，但拒绝了现场开启和立即答复的要求。这种程序上的拖延是幕府官僚体系在为整个国家的防御调整争取时间。那通过这种隆重且繁琐的仪式幕府在保全自身威信的同时成功的将这场突发的武力威胁转化为了一场可以被行政程序处理的长期外交交涉。他们利用这种礼仪的屏障为日本后续的海防建设和制度调整寻觅最佳的执行周期。
那看完佩里登陆的地方还有纪念馆啊，那咱们就去坐船这块看一看。我还以为它坐船这块是一个复合性建筑物，就里边可以吃东西啊、购物什么的。咱这么一看的话，应该就是一个登船口，没什么可逛的。一只飞猫。现在我要去后边这山上，这山上应该是有个公园。当佩里的4艘黑船离开普赫返回大海后啊，那这片海域表面上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在江户幕府的内部啊，运行了200年的行政逻辑啊，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转变。那在此之前啊，关于解除大型船只建造禁令、引进西方火炮技术以及建立近代化海军的探讨啊，那大多仅限于幕府高层的内部研判，或是少数先进士人的私下议论。但在黑船离去的那一刻呀，这些原本处于后台运作的改革主张啊，全部被推向了正式的行政议程。这并不是一次突发的觉醒，而是在外部压力下呀，幕府行政体系的一次全速运转。那幕府立即废除了禁止建造大船的法令，并开始向荷兰订购蒸汽军舰，在长崎筹建海军船习所。原本分散在各地的海防资源啊，开始在统一的指令下进行整合。普和的这几日对峙啊，向幕府决策层啊证明了一个事实：旧有的防御模式已无法应对当前的局势。这种压力啊，并没有摧毁幕府，而是迫使他加速执行那些早已备好的制度更新计划。这个公园实在太大了，其实我只看了一半哈，可能都不到一半，我就往回走了。而且一直走下去的话，是另外一个出口，就是山的另一边了，那我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没有走到那个出口，而是折返回来，因为下边还要去海边拍一拍。前边就是野比海岸了，正好赶到黄昏，时间卡得非常好。我现在十分想知道他们是从哪儿下去的呀？这都是斜坡，没路啊！在普克的海边站久了呀，回想这段历史的细节，那4艘被描述为改变日本命运的黑船呀，其实只在这里停留了短短6天。6天的时间呢，在200年的锁国史中啊，微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就在这6天里啊，普赫奉行所的官员留下了数以万计的文字记录，他们记录了黑船的吃水深度，记录了对方官兵的衣着细节，甚至记录了那些大炮的口径。那这些公文啊，在黑船离开后的几个小时内啊，就顺着驿道发往了江户的权力中枢。如果幕府真的如传言中那样，是一个闭目塞听，在暴力面前只会颤抖的僵尸系统，那么这些极度冷静、极度职业化的行政反馈究竟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呢？那黑船离开后啊，普赫的渔民重新回到了海上，但岸上的炮台却再没有拆除。所谓的开国呀，究竟是外力强行撞开了大门，还是幕府在察觉到了系统极限后，利用这股压力亲手按下了那个早已准备好的更新键？历史的迷雾往往藏在那些被放大的巨舰大炮里，而真相可能一直就在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碎的公文折痕之中。上来了，这个野比海岸啊，好看归好看，但是它人能活动的地方啊非常有限，所以没什么过多可拍的。那我现在准备往回走了。回去时候我就直接在九里滨坐车了。这算是一个大站，周围商业设施比较多，所以可在这附近转一转，看看有什么。看到一个天神社，天神2字儿就代表着主祭神是菅原道真，学问之神啊，天满宫嘛，天满宫指的也是他。那主祭神是菅原道真的神社啊，通常会有牛，这个不奇怪。但是菅原道真和牛一起出现啊，比较少见，这应该是我头一次见。还有一样东西是必备的，梅花，这应该就是梅花树了，都快掉光了。
这应该是商店街了，好多地儿没开门。这块很有意思啊，你觉得应该冷清的地方吧，它反倒不冷清；你觉得它应该热闹的地方吧，反而不热闹，非常的平衡平均。商店街出来之后的这条商店街，说起来好绕嘴啊。好一点，应该是新盖没多久的，非常新，很多店铺都开着，但是吃饭的店铺非常少。啊，日高屋啊，有日高屋就行了，好像有半个月没吃了。我在附近再看看啊，这应该是车站了，车站看着还挺大的。转了一圈，没找到什么想吃的，所以还是吃日高屋了。吃完饭了，这附近又转了转，实在是没什么可拍的。那这期内容就到这了，谢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